就在萧衍之煎熬一个白天，以为自己等不到宋锦回应的时候，夜深人静，宋锦如鬼魅般突然出现在萧衍之的房中。你喜欢我？萧衍之被宋锦的出现吓了一跳，他想了千万种他的反应，都没有想到他会半夜如鬼魅般悄无声息出现在他房中。对，我心悦你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大概从你抛夫弃子那天。当时他恨他卷走户籍，恨他要将四小家伙卖了祭天，也许恨才是一切根源的开始。应该是从你离开又回来那刻起。宋锦沉着的脸孔微微动容，原身抛夫弃子那天正好是他穿越过来。萧衍之这话很清楚明白告诉他，他真正喜欢的是穿成原主后的他。宋锦沉默许久，先将你的双腿治好再说。言罢转身离开了。他此时心里只有2个念头，一个是治好萧衍之双腿，另一个是挣钱，其他的一概不想。萧衍之没有得到宋锦的答复，冷白俊脸瞬间失去血色，但他真不后悔让他明白了他的心思。2日无话，除了阿石送来了5个石磨、20个石冲，惊动了新村与萧家村人，其他事情没有发生。萧衍之表明心意一事宛若从未发生过一般。初6这天，轮椅终于完工，宋锦给萧衍之手术治腿的日子也终于来临。村长、三叔公、赵钱娘家人、萧大郎一家4口，4小家伙全都要送萧衍之去济世坊治腿。2个时辰之后，终于抵达永福县济世坊门口。周大夫一早就准备好了除菌房，正焦急等待宋锦到来。宋小娘子，你可算是来了。今日济世坊不接诊，很安静，而且一切准备妥当，就等你们到来了。周大夫此刻是迫不及待想亲眼见识宋锦口中说的动刀手术，即便是见识一番，也能受益一生。来人，将患者抬到后院去。周大夫说的是4成机会能治好，还有6成机会会失败。他们很害怕治疗失败，萧衍之会终身残腿。老天爷保佑二郎啊！衍之可要治好才好啊。刘氏望着萧衍之消失的身影，也很担忧。他打心底其实是希望萧衍之能治好双腿，如果能与他的闺女重修旧好，就再好不过了。宋锦要找借口离开。爹娘、村长、三叔公，你们不必紧张。周大夫作为医者，才不敢将话说太满。周大夫说是4成，其实他有7成把握，二郎的腿一定能治好的。说着拿出1两银子给大哥宋安。大哥，你去给买些肉包子回来，治腿可是慢活，没几个时辰是出不来的。不仅孩子们要吃，大人也要吃些东西填填肚子。爹娘，我想趁二郎治腿时去街上看看香料能不能卖到酒楼什么地方去。你们不用担心我问完后就会回来。你们看好4小家伙。所有人都知道他元宵准备要卖香料，找推销香料借口离开再合适不过。去吧去吧，不过要早点回来，一定要赶在衍之出来之前回来。4小崽子我给你看着。确定赵钱与阿二没有怀疑，他才去了打铁铺，付了银两，拿上手术刀具，绕小巷子到济世坊后门。宋小娘子，快进来。你用了我说的臭麻子花，确定他昏睡过去了吗？放心，他现在毫无知觉，而且我是按照你说的配方炮制的麻沸菜，且按你说的分量，保证不会出错。那行。宋锦走进去看见的正是萧衍之沉睡在一圈灯火之间的一幕。他走过去摸了摸萧衍之的脉搏，按了按心窝，确定这个男人真的不省人事，才敢开口对周大夫说道：周大夫，你去帮他把身上衣裳裤子脱了。宋锦吩咐周大夫给萧衍之脱衣，他这边则背过身去，将全套手术工具还有缝合羊肠线用烈酒进行消毒。原本消毒应用碘酒，但眼下宋锦没有提炼碘酒，
只能拿烈酒先凑合使用。只是当他忙完消毒，转过身，不小心看见治疗床上只有一张白布遮了那啥地方的萧衍之，大脑轰一声炸响。虽然前世他救人见过不少男人身体，可是眼前这个男人2日前才对他表明心意，顿时让他觉得视觉冲击感太强烈了。宋小娘子，接下来我要帮忙做什么？先给他双腿消毒。等周大夫用烈酒给萧衍之双腿消毒后，他才开始给萧衍之摸骨。不能透视，他只能凭借自己医术经验摸骨找骨折的地方。只不过摸骨摸到靠近大腿根部，他多年当医的心理防线差点土崩瓦解。周大夫也算行医近20年了，可当他看见宋景连手都未曾抖一下，突然下刀割开萧衍之右腿皮肉，鲜血沿着刀缝溢出，血肉淋淋的一幕顿时吓得不敢看，甚至胃中一阵翻滚。忍住，可别吐了。如果害怕，以后如何给人手术？睁大眼睛看着。说罢，拿了棉花吸去鲜血，然后开始繁琐的手术。宋景开始像修复师修复工艺品般，开始将移位的骨块一块块复位，等复位后才开始缝合。这就是缝合术。当初怎么割开的，就怎么原封缝回去。整整4个多时辰，才将萧衍之双腿手术完美结束。因为全神贯注，且站了4个时辰，给萧衍之成功手术后，宋景身子还是有点虚脱，额头、脸上、后背全是汗。周大夫，首尾你来收，我出来太久得回去，否则引人怀疑了。言罢，也没有怀疑自己脸上有什么不对，去了外间，脱掉除菌罩衣、除菌帽，将手术刀收进空间，就匆匆从后门离开。永福县正街上，宋爹、大哥、二哥、赵钱、阿二正兵分几路，挨家挨户寻找宋景。实在是因为宋景离开太久，并且城门天黑就要宵禁关闭了，容不得他们不担心宋景出事了。阿二，去查一下那个狗地主的铺子有哪些。是，爷。宋景从记事坊后门巷子离开，刚走到巷子口处，就看到赵钱一个人身子倚着巷子墙。嘿，赵公子。赵钱正因为宋景失踪一事心烦意乱，可是当他看见眼前灵秀逼人、眉眼如画、肤如凝脂、宛若仙子一般的绝色女人，顿时整个人懵了。你是谁？你出来。宋景刚想问赵钱是不是出来透气，而当他看见赵钱用陌生人眼光看着他，他这才猛地记起来，他一不小心因为擦汗，竟将脸上的伪装也一并擦掉了。他太急于赶回来，所以疏忽大意了。那个……宋景傻眼了，当下不知道该让赵钱知道他真面目好，还是装作不认识好。你如何得知我姓赵？他看了一眼幽深的巷子，突然想起萧衍之对他说的话，他不免怀疑眼前的女人想生扑他，这才这么巧出现在幽静无人的巷子。那个不好意思，我认错人了，我以为你是吉兆的那个赵公子。丢下一句话，就匆匆从赵钱面前离开。他原本想告诉赵钱实话，可是他不想与赵钱过多接触，他什么都没做，萧衍之就喜欢上他，已经让他很烦恼。万一赵钱是个爱颜色的，看上他现在容貌就不好了。他可没忘记书中对赵钱的描述，这是一个后宫3000的男人，虽是明君，但是来者不拒，周旋3000佳丽之间，那是雨露均沾，一个不落。当宋景从面前匆匆走过，冷静下来的赵钱还是怀疑他的身份。为何这女人声音与阿锦这么像？想到这里，赵钱大脑突生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，立即就去追宋景。当他追出主大街，在大街上寻了一圈，也没有看到宋景的身影，当下更加确定自己的猜测，否则不可能如此巧合。
宋锦进了胭脂铺，直接买了黑色颜料点脸上，未免怀疑。他还向胭脂铺掌柜娘子买了一套旧衣换上。虽然这么做有些欲盖弥彰，但是等到他回到纪氏坊，娘家人是没有一个怀疑的。而且回到纪氏坊逮人的赵钱也被他整迷糊了。赵钱记不清楚宋锦来时穿的是什么样的衣裳，他很想冲上前去研究宋锦脸上的斑点，可是宋锦娘家人在，并且此时此地此景不合适，他只能忍住了。闺女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这一走就4个时辰，害得你爹他们赵公子他们好找，4小崽子也被你吓坏了。宋锦抬眸看去，发现4小家伙一个个眼眸浮肿，显然担心他哭了。我去了许多地方，晚归是因为我去了吴婆婆家，阿石送来石磨与石冲，我得去感谢人家。只是我没有想到吴婆婆如此盛情。你去人家里可带上谢礼了？带了，娘就放心吧。这边正说着话，后院传来动静，周大夫让原来那2名药童将萧衍之抬了出来。此时的萧衍之醒了过来，一双凤眸神采飞扬，俊容遮不住激动的喜色。周大夫在他醒来就已告诉他，他的双腿治疗很成功，几个月后就有10成的机会能恢复行走，不影响今年的秋闱。而他被抬出来那一刻，第一时间是着急寻找宋锦身影，见宋锦站在刘氏与4小家伙身旁，深邃眸光柔和的能滴出水来。二郎，你可算是苦尽甘来了呀！恭喜二弟，恭喜萧兄。胭脂，这腿总算是治好了，日后可以行走了，可得争气些。虽然萧衍之成了前女婿，可是萧衍之一出来就着急寻找宋锦的眸光被刘氏逮了个正着。若是这可，萧衍之对众人说他对宋锦没感情，打死刘氏都不相信的。爹爹以后是不是可以走路了？4小家伙也哭着围上前去，问萧衍之的腿疼不疼，难不难受。20多人如来时那般走路赶回去。20多人的队伍，宋锦与宋爹走在最前，之后是萧大郎拉着萧衍之板车，娘家大哥二哥帮忙推车，村长3叔公紧随其后。赵钱与阿二走在队伍最后面。此时赵钱满脑子浮现的都是巷子里遇到的那个绝色女人，他觉得宋锦就是那个绝色女人，就是他现在没有证据。爷有烦心事儿？我在巷子里遇到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女人，她不仅知道我姓赵，还与阿锦声音很像，我怀疑她是阿锦。爷确定没有听错？宋锦丑得让人不忍直视，怎么可能是个美人？与美人2字沾不上边好吗？你觉得我会将声音认错？如果连自己心悦的女人声音都认错，还谈什么心悦？爷，我不是这意思，只是这天下之大，不仅有人声音十分相似，连相貌相似的人也很多啊。打死阿二，他也不会相信宋锦是自己爷口中遇见的美人。等回到狠黑村，我一定会证实我不会认错人，尤其不会认错阿锦。一路无话，2个时辰之后，宋锦他们总算回到狠黑村。萧衍之体内麻沸散药效也刚刚好过去，疼得他视线模糊。宋锦皱眉看着嘴唇苍白如纸，额头冒着冷汗的萧衍之。大哥大嫂，你们也回去歇息，接下来3天是非常时期，我亲自守着二郎。麻沸散的药效过去，接下来的3天，萧衍之要面临术后撕心裂肺的疼痛，还有术后可能静脉血栓的风险。即便2人独处会尴尬不适，但宋锦作为主刀大夫，为防万一，也必须留下全程守着。刚走出屋的娘家人，赵钱忽听宋锦主动留下来守着萧衍之，纷纷怀疑自己听错了，不可置信回头，就是疼得视线模糊的萧衍之也忘记了疼痛，正看着他，全都没有想到他会留下来。周大夫说，二郎卧床半年时间太久，容易术后风险，极有可能一不小心还会把小命给交代，让我盯着他3天。
刘氏以为宋景留下来是因为开窍了，听了他的话一阵失望。那闺女，你留下守着胭脂，可别让胭脂出事。四小崽子我带去隔壁睡。赵钱不想宋景留下来，此时他就想将宋景拖去僻静之地，当场揭开宋景的真面目。但是他看了一眼萧衍之，暗暗握了握五指，忍住欲望离开了。当东屋最后只剩萧衍之与宋景2个人，萧衍之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叫嚣。他很清楚记得宋景说过，等治好双腿他就会给他答案。宋景特意留下来，是不是要给他答案？阿锦，我去煎药。随后转身一头扎进厨房，而且一进厨房就是半个时辰。萧衍之煎熬的望眼欲穿那刻，宋景才端着防血栓止疼汤药进来。先把药喝下，喝了疼痛会减轻些。萧衍之到了嘴边的话再一次卡在喉咙生咽了下去，心里七上八下接过汤药。他以为喝完药2人就能静下来好好说清楚。我睡轮椅，你若疼得受不住或者尿急了叫我。丢下话，根本不给萧衍之反应的机会，往轮椅上一坐，双脚往凳子一放，被子往身上一盖，背过身去闭上眼。其实宋景是故意的，他故意不给萧衍之开口说话的机会。萧衍之的双腿刚做完手术，但是他还没想好接下来如何答复他。他不知道自己对萧衍之是什么感觉，可是他心里又很清楚，每次这男人抓他手，并且当他看见这个男人身体且给他摸骨时，他就会脸红心跳失常，体内的荷尔蒙和多巴胺飙到最高值，两者不停地给他大脑传递亢奋与欢愉的信号。而这两者医学上解释，这是对异性渴望的提示。显然他对萧衍之并非铁石没有反应的，他没有想过与古代男人谈感情，尤其还是与男主。萧衍之本应该是女主官配，若是他与萧衍之在一起，他真的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。沈玉虽离开，剧情也变了，但是他没有忘记这是一本书，有千万种不确定因素，他不敢拿自己命开玩笑。并且半夜的时候，萧衍之当真因为术后疼痛发了高热，一直梦呓昏迷不醒。宋景给他用温湿布退热，喂退烧药，喂灵泉，给他穴位按摩，一直折腾到接近天亮，萧衍之烫人的身体才渐渐恢复正常。但时不时总能听到他梦呓出声，有时大喊宋景的名字，有时喊着四小家伙的名字，有时又大喊别走2字。不要，你回来。宋景坐在炕边，听着萧衍之的呓语，紧皱了眉头，犹豫要不要扬手给萧衍之一个巴掌，把他给打醒。不过最后他还是没有下手，而是重新去厨房换药煎药。萧衍之一直沉于梦魇，到第2天子夜才醒过来。醒来睁开眼，正好看见宋景坐在他身边，神色复杂，正盯着他看。你想听我答复？萧衍之梦魇2天，宋景听到他叫唤他名字不下10次，看来对他是认真的。3年之后，一切自有答案。书本落户3年之后，萧衍之才高中状元，但是现在因为他，萧衍之刚落户，双腿就提前治好了，足足提前了3年。接下来的剧情会不会按照书中发展，他不知道，但是他必须提防着。阿锦，3年之后，你要是还是心悦我答应你未尝不可。他处事向来干脆，不喜欢拖泥带水。既然他对他有意，他对他也不是铁石没有感觉，他也不会矫情。萧衍之没有因为这句而欣喜，因为这话充满着宋景对他怀疑与不信任。若是宋景信任他，他只会回答好与不好。宋景说出3年之约，其实与婉拒他没有区别了。阿锦，别走。眼见宋景起身就要离开，萧衍之心口一阵窒息难受，
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扼住他的手腕，出于本能猛力一带。不敢相信自己被壁咚了，他被壁咚了，被萧衍之壁咚了，被男主壁咚了。只不过这个壁咚有点不一样，萧衍之在下，他在上。阿锦，萧衍之冲动将宋锦带入怀后，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，慌乱想解释，却不知该解释什么。他推开他禁锢在他身上的双手，慌乱跳下地，然后站在炕边，恼怒瞪着萧衍之。阿锦，对不起，我情不自禁才……萧衍之不说话还好，越说话，宋锦脸颊越发滚烫。以后再敢乱来，我就把你手剁了喂狗。丢下话，慌乱逃了。不逃不行啊，他差点就与萧衍之亲上了，二人鼻尖都碰上了。只要想到二人方才的画面，他就一阵心乱如麻，全身血液宛若倒流了一般。平日瞧着君子作态，没想到是个不显山不漏水的。宋锦躲回厨房后，就进入空间，泡在灵泉里一阵骂娘。不过越骂声音越小。宋锦在空间里泡了1个时辰，才病殃殃出了空间，回到萧衍之厨房。只不过他回到厨房没多久，一支竹箭嗖一声从窗棂飞进了厨房，夹带着一张竹纸钉在地上。他迷惑地捡起纸张，低头看去，果然看见纸张上画着他不认识的蚯蚓。这是叫我出去？不会是怀疑我了？虽然不认识纸张上面的字，但是宋锦能猜到赵钱是叫他出去。至于出去做什么，八成与他在巷子里暴露真面目有关。果然不是好糊弄的主。赵公子，您大半夜将我约出来，所谓何事？阿锦，我要你做我女人，跟我走，你愿不愿意？宋锦闻言，心口咯噔一跳，尬笑再也装不下去了，怀疑自己耳朵出了毛病。赵公子，你鬼附身中邪了？见鬼了吧！男主向他表白，现在男配也看上他。赵钱几个大步就走到宋锦面前，手掌心摊开，露出一对龙凤双配。这是我母亲的遗物，你若收下，就是我赵钱的原配，一辈子无人能继。看见龙凤双配那刻，宋锦直接被吓得后退好几步。我不愿意嫁给你。先不说这男人是不是因为发现他的真面目才看上他，就是他看上丑貌的他，他也不会嫁给赵钱。开玩笑，他一直只是将他当皇帝敬着，可从来没想过做皇帝的女人。皇帝的女人岂是那么好当的？而且这男人将来可是后宫佳丽3000，他是傻了还是心大，要与3000女人共享一个男人？赵公子，我当做今夜这事没发生过。宋锦压根不给赵钱反应的机会，丢下一句话就要离开。阿尔、阿三、阿四突然拦了出来。你们想做什么？我不愿意，还想将我绑回去不成？你误会了，我只是让你好好听爷说完话再离开。其实阿二很心累，他原本以为他们爷只是来证实宋锦脸上斑点的事，哪里知道他们爷会对宋锦表明心意。我不想听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不愿意。为何不愿意？因为不喜欢你，所以不愿意。抱歉，我一直拿你当兄弟。你拿我当兄弟，可是我赵钱却当你是心悦的女人。这是他第一次心悦一个女人，而且他很清楚自己是动了真心。我不能因为你心悦我，我就必须要嫁给你。你想将我抢回去，关进金丝笼养着吗？你说你心悦我，那我问你，你可愿意舍弃一切，一辈子陪我做泥腿子吗？你可愿意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人？如果连你都不知自己做不做得到，就不要轻易破坏了我们如今的关系。其实从第一次遇见，我就猜到你是谁，所以我很愿意赠予你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，祝你成就大业。说完，宋锦绕开阿二他们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赵钱则被宋景最后2个灵魂拷问问住了，挣站在原地久久失神。他从来没有思考过宋景问的那2个问题，没有想过一辈子留在狠黑村，更没有想过回到皇宫后，一旦坐上那个位置后，能不能一辈子只有宋景一个女人。爷，要动身吗？阿尔看着他们爷失魂落魄的模样，一脸担忧。动什么动？我说过要动身吗？阿尔被吼得眼皮子一跳，不敢再出声，最后只能唉声叹气，跟着赵钱回去村委房子。当赵钱将自己锁入房中之后，阿二、阿三、阿四飞上了屋顶。爷为何不愿回去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我觉得爷不愿回去，是那个地方太脏了。回去那里啊，人心容易变脏，爷不想变脏。可今时是回去的最好时机啊，否则等龙椅那位出点什么事儿，一切尘埃落定，爷再回去就于事无补了。阿二忧心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当今皇帝27子，不乏手段阴狠毒辣的，万一皇帝出了什么事，他们爷就回不去了。再等等吧。你要不要尿尿？萧衍之昏迷时，他有替他擦身，但是他实在没有那个勇气给他那不可描述的地方插尿管，只想等他醒来自己解决。要。萧衍之从梦魇脱困醒来，其实也是被尿憋醒的，只是他刚睁眼就看见宋景坐在炕边，心里一激动，是什么都给忘记得一干二净。等宋景生气走后，他才记起来那地方憋着难受，一直忍住没喊他，是不敢。你等会儿。再回来时，手里提了个唾壶，红着脸递给他。自己解决可以吗？若是不可以，我去叫大哥过来。不必喊大哥，我自己可以。他只照顾他3日，他昏睡2日，已经错过了许多与他相处的机会，他可不想将自己大哥叫过来。那你好了叫我。宋景再次丢下话，就去了屋外等着。他总不好萧衍之放水也站屋内不是？宋景出去屋外没等多久，就听到屋内传来动静，而且持续挺长时间。听着那动静与分量，宋景忍不住汗颜，觉得自己这个主刀大夫真不尽责，都快将患者憋出内伤来了。阿锦，我好了，你进来。宋景不知自己是什么感受，匆匆回去屋内，接过唾壶，就端去屋后茅房倒了，随后又端了半盆干净的水回去给萧衍之净手。阿锦，你要不要到炕上睡，舒适一些？你放心，在你未正式答应之前，我不会再一句对你做出格的事。他不想让宋景去西屋睡，也不想宋景睡轮椅，只想着怎么让2人更进一步，打破2人这种不上不下的僵局。宋景的性格太清冷了，他看出来了，即便他给他3年时间证明心意，可若他不主动，一辈子也别想把他求娶回来。行吧，我睡炕尾。丢下话，宋景将轮椅上的被子扔上炕，然后在炕尾打横躺下。萧衍之见宋景愿意与他同眠，心中激动的险些想当场嚎叫一声。宋景不排斥他，甚至愿意他的亲近，实在太好了。许是因为长时间给萧衍之双腿动刀，后又连着2夜未眠，宋景倒在萧衍之的炕上就沉沉睡去，睡得昏天暗地，并且萧衍之心疼不愿惊醒他。宋景一直睡到第3天5时都未醒。四脚家伙趴在窗外看见，可乐坏了，他们爹娘睡一起了，这是不是说他们爹很快要将娘亲再娶回家了？四小家伙真的想多了，一溜烟跑回去告诉了刘氏。姥姥，娘和爹爹睡了。6人听到火火这话，全部同时停下手中举动，嘴巴张大。哎，火火，你胡说个啥呀？你们娘和爹睡了？知不知道这个睡字有很多种意思？他们闺女虽是合理的身份，但也要明解的。若是前女婿想要他们闺女，就必须给他3媒6聘，把他闺女娶回去。不行，我去看看。哎呀，你急啥呀？你不是一直想让前女婿与闺女重修旧好，一直将闺女塞回去隔壁，
他们睡了不正合你心意啊？你咋这么矛盾啊？要说前女婿才智双腿，是不可能对咱闺女做出格的事儿啊。八成是咱闺女守着前女婿几天几夜累坏了，这才撑不住倒女婿炕上睡过去了。水水，你们娘和你们爹怎么睡的？盖一张被子不？爹爹直睡，娘横睡看尾，一人一张被子。宋锦一直睡到深时，才因为饥饿醒来，睁开眼就对上了4双乌黑大眼睛。娘，你醒啦？哦，娘睡醒了不？娘渴不渴？宋锦眨巴了几下眼眸，好半天才缓过神来。这一幕让他想起了自己穿越过来时，4小家伙围在他身边对他上下其手的一幕。没想到半年过去而已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好了，你们等着你们娘了，先下去吧。宋锦只守着他3天，如今是第3天申时了，4小家伙却过来霸占抢人，他自然不乐意。爹4小家伙听到爹爹柔和的声音，就知道自己爹爹心情很好。他们听张舅母说了，娘亲以后要是与爹爹盖一张被子睡了，他们很快就会有弟弟妹妹了。我娘弄了吃的给你没有？没有，岳母怕将你吵醒。其实不是刘氏怕吵醒宋锦，而是他不愿意，他想等他醒来一起进食。我去灶房弄些吃的，你们4小崽子留下来陪你们爹爹，我一会儿弄好吃的。好啊，谢谢娘。娘亲快去，水水看着他们3个。萧衍之动了腿骨手术，失血过多，冷白的脸如今是一点血色都没有。原本空间里有人参，他该给他熬人参鸡汤，但如今他若莫名其妙变只鸡出来，肯定会引起萧衍之怀疑的。于是他煮了红枣、莲子、银耳羹。红枣可以补气血，也很适合4小崽子。娘，这个雪白雪白的是什么啊？娘，这个好好吃哟，甜甜的。娘4小家伙的笑声一直持续到入夜，萧衍之脸黑才停止。虚时，当东屋恢复宁静，阿姐，你不是想识字吗？不如趁着夜色尚早，我教你。行啊。宋锦想着自己成了文盲，不识字确实不行。那你坐这边来。宋锦睡炕尾，可接触不到他，将他骗到书案前，便能触手可及。好。宋锦不疑有他，依言坐下。你打算先从哪教我？20年寒窗，没想到会有一日重新上幼稚园。宋锦深觉得丢人。你接下来不是要开作坊，那便从算字开始学吧。宋锦以为算字就是类似阿拉伯数字，会很简单。行啊，那你从1写到万，教我。从1写到万？看来你这记忆丢失挺严重的。1到万可是1万个字，你一天学会10个字，也得跟我学1000天。每日绑住他学10个字，这个主意好，1000天就快3年过去。你说什么？1到万是1万个字，没有一个相似的。你写1给我看下。萧衍之只笑不语，揭去了纸张与毛笔，在纸上笔画银钩，写了1个字。当宋锦看见纸张上面笔画繁多，字认识他不认识的一字。我不许算字了，你教我文字就好。萧衍之头一次看见宋锦脸上流露出恐惧的表情。你不学算字，如何看账簿？原来他也有害怕的时候，这个发现让他很惊喜。这个算字太繁琐，我可不学。我想到了一个很好的记账方法，等你高中状元有机会面圣，你帮我推给皇帝老儿，让皇帝老儿换我这个数字。说着，宋锦又从萧衍之手中接过纸张与毛笔，在纸上先画了一横。1就是1笔，2就是2笔，多简单的事，你们做什么搞这么复杂？要我说
1到万，其实就是13个字，其他数字都是经由这13个字组成。你说什么？萧衍之看着宋锦笔下的一字，大脑犹如醍醐灌顶。这方法是你想的，而且是刚刚一瞬间想到的。你甭管是不是我想的，你觉得我这提议如何？要我说，你可以自创13算字，让皇帝老儿推行你的算字，让全大号改用这算字，这可是利国利民的好事，皇帝老儿一定同意的。萧衍之听了之后很是心动，当即拿起一张干净的纸张就开始写画画。原本他要说教宋锦识字，结果他一入神就忘记了周遭一切，甚至连宋锦什么时候爬炕上睡了都没有注意，更忘记了要教宋锦识文字了。子夜夜深人静，阿锦，我创出。可是当他回头看见宋锦呼吸前稳，蜷缩身子睡在炕尾，后面话是直接咽了回去。睁看着宋锦好一会儿，随后轻声放下纸笔，双手支撑着自己上身，艰难挪动身体，费了很大劲，他终于成功调了一个方向，与宋锦面对面而躺，隔着一臂距离。萧衍之痴看着宋锦的面容，直到这一刻他才发现，心悦一个女人时，真的可以不用在意对方容貌的，总有一种想将对方揉入自己心里的冲动。阿锦，看着宋锦好看的红唇，莫名想起二人之前鼻碰鼻的亲近，他顿感一阵口干舌燥，全身也传来一阵热意。但他承诺在他未答应之前不对他做出格的事，伸出去想摸摸他红唇的手，在他突然翻身背过去时吓得缩了回去。阿锦，呢喃最后变成了叹息，没有发现背过身去的宋锦眼角微扬。宋锦其实在萧衍之突然叫唤就惊醒了，他向来浅睡装睡，是听见这个男人不顾腿脚挪动身体，想看看这个男人到底想做什么。感觉到他呢喃他名字时的情意，他突然有股冲动，想让他看见他没斑的面容，告诉他他不是原主，且不丑。但最后他生生忍住了。一夜稍纵即逝，变得短暂无比。萧衍之第二天醒来时，炕上的家人早已离开，一同被子也带走了，并且萧大郎夫妇也应了宋锦的要求，出现在东屋。之后的3天里，萧衍之不知宋锦在忙什么，听四小家伙说，宋锦一直将自己关房子里，除了肚子饿了才会出房。马上就要元宵，香料作坊也必须赶紧开起来。村长，三叔公，一磨的香料1斤8文钱，难磨的10文，一户人家只能选2种香料，黄豆按干的计钱，磨1斤2文钱，石磨有5个，妇人姑娘可以决定是磨黄豆还是磨香料。一个人若是一日磨10斤香料，岂不是1天100文，一个月就3两银子？黄豆1天磨100斤，一个月岂不是6两银子？要知道，壮劳力给人做泥瓦苦力活，一个月最多500文钱。往常一户人家一年收入撑死就7、8两银子，本事一些的，一年积蓄也就存个5、6两。宋锦居然跟他们说，妇人姑娘磨黄豆、香料，一个月可以进账几两银子，这怎能不将他们吓一跳？二郎媳妇，你按月结工钱给我们就可以了。壮劳力一个月500文，我们一个月只要400文钱就够了。二郎媳妇儿，我们大家伙能活下来全靠你。要我说，这活不要工钱，你只要每日给我们2顿吃的，活儿我们给你干。啊，对，我们只要有2顿吃的就可以了。宋锦听着妇人们的话，很是感动。没想到村里妇人们一个个全是淳朴良善的，这说明逃荒意图护着村里人，他没有护错。各位婶子姑娘，不必如此，你们不是我的下人，没有只管2顿饭的道理。而且我这是长远买卖，不是只做1天2天的，工钱就按我说的算。我这买卖一定挣钱，绝不会让我自己掏钱。要是买卖做得好，日后量大起来，别说大家伙月入几两银，年入100两都不是问题。你们要信我，咱们村日后一定会有好日子过。但是我有件事情必须丑话说在前面，我会让二郎写细书，
每个婶子姑娘想要干这活，必须先签契书。最后没有一个妇人姑娘拒绝签契书。刚走出作坊，一眼就看见正对门院子内的赵钱。赵钱依旧负手而立，一身布衣，光洁如新，端的是身姿挺拔，清冷绝艳。宋锦从来没有一刻像眼下如此尴尬过，不想给赵钱任何误会的可能。宋锦怔了一会儿，转身要走。阿锦，等下。他确实是听到他的动静才愿意走出房的。他关在房中一步未出，就是一直在思考他的2个问题。最后他败了，他承认自己可能做不到他的要求。他有杀母之仇要报，他要回去皇宫，不可能留在狠黑村。他很想一辈子就他一个女人，可是他也不知道自己回去皇宫后，一切是否会随他心愿。他痛恨小妾害死他的母后，但他不知道自己有朝一日会不会屈服，被迫娶其他女人。作为皇帝儿子，会有太多负担与身不由己。阿锦，你还能当我是兄弟吗？正要走的宋锦听到他这话，背脊一僵。我只要你还拿我当兄弟。可以，只要你一辈子不要将我当女人看待就行。阿锦，巷子里遇到的人真是你吗？是我。你的脸为何会变这样？赵钱虽然早已断定巷子里的女人是宋锦，可是从他口中承认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他所给的震撼，不至于他会做10发连弩。他让阿二打探过了，宋锦从小就一脸斑点，因为嫁不出去才生扑萧衍之。当时萧衍之刚好高中小3元。我小时候中了奇毒，奇毒我自己解了，斑就自动消失了。说完，宋锦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涉及到医术，赵钱实在对这方面不懂，是相信了宋锦的话，藏在屋内。但是听力惊人的阿二、阿三、阿四听到宋锦承认自己是他们爷巷子遇到的美人，3个人吓得嘴巴张大的，忘记怎么合上。阿三、阿四，宋锦和爷说的话你们听清了吗？他说他是巷子里的美人儿，我一定听错了，对不对？嘿，阿二，你那100鞭看来是逃不掉了。不止100鞭，是200鞭。我看你啊，还是老实的背着鞭子到爷面前负荆请罪吧。你背地里说了这么多宋锦坏话，还误导了爷，爷可是一直记着账的。阿二刚想说话，顿时感觉一阵后背发凉，转过身就见赵钱不知何时已回屋，正铁青着脸色盯着他。爷，我错了，我去找鞭子。